我把这5大德国品牌的可靠性、牵引力，还有实际养车成本都扒了一遍。说实话，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这几个牌子各有所长，而且这些长项对不同的人来说太关键了。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5个德国 SUV 厂商。数据来源我都准备好了，有消费者报告的权威数据 JD Power 的报告，还有真实的修车账单，咱们来扒一扒每个牌子的优点和缺点。最关键的是，看完你就知道到底哪个牌子的 SUV 最对你胃口，最符合你的要求。要说宝马，那可是2026年德国豪华品牌里数据最稳的一个，它把传统的驾驶质感和靠谱的现代技术平衡的恰到好处。根据2025年JD Power 的车辆可靠性研究，宝马每100辆车只出现189个问题，比行业平均的202个少了不少。这份可靠性全靠宝马的模块化改进策略。这么多年来，几乎所有 SUV 车型上都用的是成熟的 B48 4缸发动机和 B5 18 6缸发动机，也就避开了竞争对手的坑。那些对手总忙着推新的动力系统，早期车型难免出各种小毛病。紧凑型 SUV 这块最能看出宝马的工程实力。X1 和 X2 用的都是 2.0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能输出241马力、295磅英尺的扭矩。X1 更侧重 SUV 的实用性，最大载货空间能到572立方英尺。X2 是轿跑 SUV 的造型，但也没太牺牲载货空间，还保留着517立方英尺。2026款 X3 绝对是宝马今年最重磅的车型，车身结构加固了，悬架也重新调校过，开起来更稳。其中 X330 X-Drive 能输出255马力，而 M50 版本才是真本事，搭载直列6缸发动机，能爆发出393马力。宝马官方说它0到60英里加速要 4.4 秒，但独立测试机构人车志 Car and Driver 测出来最快能到 4.0 秒整。还有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宝马把 X-Drive 全轮驱动系统标配在了整个 X3 系列上，反观奔驰通常把全轮驱动藏在选装包或者更高配置里。这么一对比，宝马就显得特别贴心，特别实用。X5 还是中型豪华 SUV 里的标杆款，其中 XDive 50E 插电混动版能输出483马力、516磅英尺的扭矩，而且还升级了11千瓦的车载充电器，解决了大家充电慢的顾虑。26千瓦时的电池，家用充电大概只要3小时就能充满。宝马的软件集成更是它的王牌优势。eDrive 9系统基于 Android Automotive 打造，有快速选择功能，主屏幕上把功能分好类，导航菜单特别简单，不用点好几下才能找到车辆基本设置。至于它的数字高级订阅服务，每月大概9.99美元，能用到增强版云端导航、3D 建筑可视化，还有车载应用商店。虽然这事儿一直有争议，但这也是宝马的收入策略，靠这个来支撑软件的持续开发和更新。根据消费者报告的数据，宝马10年的平均维护成本大概是11000美元。对于高端市场来说，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而且宝马还有3年免费保养计划，日常保养都包含在内，在车子最靠谱的那几年，给车主多添一份保障。旗舰车型 X7 也很能打，载货空间有 90.4 立方英尺，牵引能力能到7500磅。它的分体式尾门设计很实用，下部尾门能向下折叠当装载平台，最多能承重250磅，不管是户外出行还是装重型货物都特别方便。总的来说，宝马最大的优势就是把经过考验的机械可靠性和顶尖的软件集成结合在了一起。不过它也有小缺点，在 X1、X2 这些小型车型上取消了实体控制按键。但值得一提的是，宝马听取了客户的强烈反馈，在2026款重新设计的 X3 上又保留了实体的 iDrive 旋钮控制器。奥迪嘛，算是妥妥的技术先锋，但可靠性这块一直是它的老大难问题。2026年，奥迪的 SUV 产品线迎来了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调整，偶数车型全做电动，奇数车型保留燃油。这样一来，大家选车时能清楚区分动力类型，总算解决了之前的混淆问题。不过，多个车型平台的可靠性隐患还是没彻底解决。根据 JD Power 的数据，奥迪每100辆车就会出现273个问题，在德国豪华品牌里故障率是最高的。主要问题出在2个地方，一是电子传感器故障，二是 Q7 和 Q8 车型的空气悬架容易出问题，一旦坏了，维修费用特别高，有时候甚至比车子本身的残值还贵，太不划算。不过燃油车系列还是能看出奥迪的传统优势。基础款的 2.0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Q3 上能输出255马力，而重新设计的 Q5 上最高能到268马力。0到60英里加速大概 5.5 秒，比宝马 X1 的基础款还快一点。但有个小遗憾，它的车内空间比较紧凑，最大载货空间只有 49.95 立方英尺，不算宽敞。
2026款重新设计的 Q5 是奥迪燃油车系列的核心车型，它搭载了升级后的268马力发动机，匹配7速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动力输出特别平顺，开起来很舒服。值得一提的是，奥迪听取了消费者的反馈，彻底放弃了全触控方向盘控制，重新装回了实体滚轮，用起来比之前方便多了。如果是大家庭用车 ，Q7 就很合适，它有3排座椅，搭载335马力的 V6 发动机，牵引能力能到7700磅。Q7 的车内空间设计得很合理，最大载货空间能到69.6立方英尺，而且配备了虚拟座舱增强版。有11.9英寸的仪表盘和14.5英寸的中控屏，科技感拉满。奥迪的电动化转型核心就靠 Q6 e-tron， 它基于800伏 PPE 架构打造，支持270千瓦的直流快充，从 10% 充到 80%， 大概只要21分钟。基础版本的续航能到307英里，马力也有456匹，这让奥迪在电动性能领域站稳了脚跟。而 SQ6 e-tron 版本马力直接提升到509匹，0到60英里加速只要 4.1秒。这也能看出来电动动力系统的性能在同等车身尺寸下是燃油发动机很难比得过的。但可惜的是，更大的 Q8 e-tron 还用着老款的400伏架构，峰值充电速度被限制在170千瓦，充到 80% 需要30分钟，速度慢了不少。这种电气架构不一致的情况，不仅让消费者选车时困惑，也让奥迪错过了成为技术引领者的机会。不过，奥迪的灯光技术还是行业顶尖的 OLED 元素打造的灯光造型，辨识度超高，照明效果也特别好。这次车型命名的调整虽然帮大家分清了动力类型，但底层的可靠性问题还是让车主们对长期用车很担心。根据数据，奥迪10年的平均维护成本大概是11350美元，在德国品牌里算合理的。但因为电气系统经常出故障，实际花费很不稳定，而且它的先进技术太复杂，普通的维修店根本修不了，车主只能去价格昂贵的官方 4S 店，后期用车成本又上去了。总结一下，奥迪最大的优势就是技术创新和设计领先，而它的短板就是可靠性，尤其是电气系统和空气悬架。一旦过了保修期，维修起来简直是烧钱，让车主苦不堪言。说到奔驰啊，那绝对是豪华和舒适的天花板级别。2026年它的发展策略特别明确，一门心思扑在车内豪华感和科技配置上，把 SUV 打造成除了家和公司之外的第3生活空间。也正因为这样，奔驰成功抓住了那些更看重舒适和面子，反而不太在意纯粹性能或可靠性的买家。不过在可靠性方面，奔驰的表现不算突出。根据可靠性研究数据，每100辆奔驰车会出现243个问题。分析师把这种情况叫做新款车型惩罚，简单说就是奔驰太急于搞数字化集成，结果导致 MBUX 系统和全新 GLC Gao 平台出现了软件不稳定的问题，小毛病不少。入门级的 GLA 和 GLB 用的都是 2.0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系统，能输出221马力。其中 GLA 更偏向城市代步，好开好停，而 GLB 就很实用，居然能选装第3排座椅，虽然空间不算大，用来带小孩刚好合适。GLC 300还是奔驰最走量的车型，它不追求犀利的转向手感，反而主打平稳舒适的驾驶体验，开起来特别省心。而 GLC 350e 插电混动版绝对是个重要的里程碑，综合马力能到313匹，纯电续航更是达到了同级领先的54英里。平时上下班通勤基本不用开燃油发动机，特别省钱也环保。而且它搭载 2.0 升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 23.3千瓦时电池组和强劲电动机，在直流快充站大概30分钟就能充到 80%， 日常使用很方便。Gale 则是中型 SUV 市场的核心，动力选择特别多，其中 GLL 450e 插电混动版实际测试中的纯电续航能到59英里，在这个级别里算是相当出色的了。喜欢性能的朋友可以选 AMG GL 63秒，能输出603马力，实测更可达612匹，妥妥的性能猛兽。而 GLU 580则走精致路线，搭载 4.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510马力，动力平顺又强劲。奔驰的专属电动平台也能看出它在科技上的野心。EQE SUV 系列马力有315匹，续航能到302英里，还配备了10度后轮转向功能，能把转弯半径缩短最多5英尺，让这么大一台车在拥堵路段也能像紧凑型车一样灵活穿梭，特别好操控。而 EQS SUV 就是奔驰电动车的巅峰之作了，搭载了超大的118千瓦时电池，还有 MBUX 超连屏。这块56英寸的曲面玻璃把仪表盘、中控屏和副驾屏整合在了一起，看起来特别有科技感。
但缺点也很明显，音量控制和定速巡航都用的是触控感应设计，很容易让司机分心。而且 MBUX 系统虽然科技感拉满，但太复杂了，对于只想拥有一辆靠谱代步车的人来说，反而觉得麻烦。要说奔驰最厉害的地方，还是行驶舒适性和车内静谧性。它的空气悬架能把路面的颠簸过滤得特别干净，开起来特别平稳，隔音效果也绝了。哪怕在高速上，车内也安静得像图书馆一样。Gale 和 GLS 车型的牵引能力都能达到7700磅，和其他豪华品牌的竞争对手不相上下。其中 GLS 的载货空间有 84.7 立方英尺，对于需要大空间的大家庭来说，实用性拉满，完全能满足日常装载需求。不过奔驰的后期用车成本可不低，10年平均维护成本达到了12630美元，在德国品牌里排第2。主要是 MBUX 系统、空气悬架还有混动动力系统都太复杂了，一旦出问题，维修费用特别高，车主平时必须好好规划预算。总结一下，奔驰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提供无可替代的豪华和舒适，特别适合那些把行驶质感看得比可靠性重的买家。而它的短板就是软件太复杂，还有新款车型的可靠性问题，这也让不少车主的用车体验变得很糟心。大众在2026年的 SUV 策略算是回归初心了，重新聚焦自己的核心优势，主打高品质、大空间，操控简单直观，而且性价比拉满。之前21世纪初那几年，大众在人体工学上栽过跟头，现在吸取了教训，反而成了行业里率先回归实体按键的品牌。这次最大的更新就是全系车型都重新用上了实体按键。2026款途观 Tiguan 的方向盘和仪表盘上已经有了实体按键，而 ID.4 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大改款，同样会加入这些实体按键，彻底解决之前被大家吐槽最多的人体工学问题。新款途观还有个亮点，中控台上面有个驾驶体验旋钮，上面集成了小屏幕，既能当实体音量键用，也能切换驾驶模式，实用性拉满。这种转变也符合现在的行业趋势，大家不再一味追求简约的外观，反而更看重好不好用，用着顺不顺手。阿特拉斯 Atlas 在大空间 SUV 市场里还是绝对的佼佼者，它的最大载货空间有 96.6 立方英尺，还有第3排座椅，腿部空间有 33.7 英寸，成年人坐进去也完全不挤。比起那些豪华品牌的同级别车型，它空间更大，价格却便宜不少，性价比特别突出。阿特拉斯和阿特拉斯跨界版 Atlas Crossport 用的都是269马力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牵引能力能到5000磅。虽然比不上豪华品牌动辄7700磅的牵引能力，但对于大多数休闲拖拽需求来说完全够用了，而且它的售价要低得多，普通人也能承受。2026款途观还提升了动力，尤其是 SLR Line Turbo 版本，能输出268马力，0到60英里加速只要 6.7 秒，动力很够用。基础款途观能输出201马力，美国环保署 EPA 预估的综合油耗是每加仑29英里，算是非混动紧凑型 SUV 里最省油的车型之一了。ID.4 还是大众目前唯一的电动 SUV Pro 和 Pro S 版本，后驱版能输出282马力，4驱版则能达到335马力，续航最高能到291英里，竞争力很强。而且它在 Electrify America 充电站支持即插即充功能，不用手动操作，自动就能完成支付和认证，公共充电特别方便。大众重新用回实体按键，也解决了前几代车型存在的实际使用问题。之前的设计太反人类，用着特别不方便，而它主打大空间和实用性，也正好击中了那些更看重功能不追求面子的买家的需求。根据预估，大众 SUV 10年的平均维护成本大概是8700美元，在德国品牌里是最低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系统更简单，配件更容易买到，不像豪华品牌那么复杂，维修起来又贵又麻烦。对那些需要大载货空间又不想花豪华品牌价格的大家庭来说，阿特拉斯的性价比真的没话说。而且它的操控界面特别简单，不用花时间学习怎么用，出现故障的概率也更低，日常用车很省心。不过大众也有短板，比起豪华品牌，它缺少那种高端质感，车内材质也没那么好，而且牵引能力有限，也没有太多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那些追求豪华配置的买家可能会觉得不满意。总结一下，大众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用性和高性价比，特别适合那些把空间可靠性看得比面子重的买家。而它的弱点就是高端配置比较少，牵引能力也比不上豪华品牌的竞争对手。保时捷2026年的 SUV 策略在德国厂商里显得特别独特，它不跟别人比性价比，也不比载货空间。一门心思钻研工程纯粹性和性能，硬是打破了 SUV 车身结构带来的物理局限，把 SUV 做成了能媲美跑车的存在。
Macan 麦卡采用的是油电并行的销售策略，既有燃油版车型，也有全新的纯电版 Macan Electric。其中，燃油版的 Macan S 和 GTS 继续搭载 2.9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匹配行业领先的7速 PDK 双离合变速箱。换挡速度和逻辑都是行业标杆，至今没人能超越。而纯电版 Macan Electric 简直是技术天花板，它和奥迪 Q6 e-tron 共用800伏 PPE 平台，其中 Macan Turbo Electric 版本最大能爆发出630马力，扭矩更是达到833磅英尺。开启弹射起步模式后，0到60英里加速只要 3.1秒，比大多数纯跑车都要快。而且800伏架构的充电速度也很给力，从 10% 充到 80%只要21分钟。彻底解决了电动车车主最担心的充电慢问题，日常使用特别方便。纯电 Macan 的起售价约为 9.8 万美元，算上各类费用后，预估总价大概在 10.46 万美元左右，定位高端纯电性能 SUV。凯宴卡宴则是高性能 SUV 领域里动力选择最丰富的车型，其中凯宴 Turbo e-Hybrids 卡宴 Turbo E 混动版把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和电动机结合在一起，综合马力能达到729匹，性能强悍。2026款的混动车型还配备了更大的 25.9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大幅提升，日常城市通勤完全够用。它的纯电最高时速能到135公里每小时，用 9.6 千瓦的交流电源充满电大概需要 3.3小时。保时捷的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PASM 是标配，它能根据路面情况和驾驶风格实时调整每个车轮的阻尼力，哪怕是基础款卡宴，底盘的稳定性也远超宝马、奔驰的同级别车型，开起来又稳又灵活。这套系统就像有个副驾助手，能实时监测转向、加速、刹车和路面状况 ，DS 间就能调整悬挂设置，兼顾性能和舒适性。部分车型还能选装 PASM 运动版，降低车身高度，进一步提升操控性。保时捷最独特的优势就是它的专属定制服务，能让每一辆车都独一无二。通过 Paint to Sample Plus 定制漆面升级服务，给 Macan 和卡宴做全套专属定制，包括定制车漆、内饰细节等，费用通常在22860美元到25660美元之间。而像911这样的旗舰跑车，定制费用甚至能超过32000美元，其中仅定制漆面一项，基础费用就达到13620美元，再加上其他内饰定制，整体成本不菲。定制内容特别丰富，外观能和生产团队协作打造专属的车身颜色，内饰方面能选偏离缝线、皮革包裹的空调出风口，还有个性化钥匙扣。而且有数据显示，这些定制选项能有效保护车辆的保值率，把原本会贬值的 SUV变成独一无二的收藏级车型，这也是保时捷在豪华领域最厉害的竞争优势。卡宴全系列的牵引能力都能达到7716磅，和那些尺寸更大的竞争对手不相上下，但操控性却更出色。哪怕在最大牵引负载下，车身也能保持稳定，不会有发飘、难控制的情况。这就是保时捷工程实力的体现。不过保时捷的后期维护成本是真的高，10年平均维护成本达到17900美元，在德国品牌里排第一。但有意思的是，前5年的维护成本相对较低，大概只有4950美元。看得出来，随着车上复杂系统的老化，维护费用会越来越高。毕竟它的 PASM 悬挂和双涡轮增压系统都太复杂了，维修不仅需要专业的技术，配件也很贵。但只要保养得当，这些复杂系统的可靠性还是很有保障的，不会轻易出问题。总结一下，保时捷最大的优势就是毫不妥协的性能和卓越的工程技术，能把 SUV 硬生生变成跑车。而它的短板就是选装配置价格高的离谱，而且长期维护成本也是同级别里最高的，用车成本不低。其实答案很简单，完全取决于你最看重什么，以及你打算怎么用车。这5个德国厂商都有自己的专属优势，精准对应着不同需求的买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如果你最在意可靠性和技术的完美融合，那宝马绝对是最优解。它的动力系统经过了市场检验，软件系统稳定，而且保修政策也很全面。想享受豪华体验，又不想承担太高的用车风险，选宝马准没错。要是你痴迷前沿技术和领先设计，奥迪会是你的菜。它的800伏快充技术、精致的内饰设计都是行业顶尖的，特别适合那些愿意为了先进技术接受稍高故障率的尝鲜者。追求极致豪华和舒适的话，奔驰至今无人能及。它的行驶质感、车内静谧性，还有对舒适细节的把控，都是其他品牌学不来的。哪怕可靠性还有提升空间，也不影响它在豪华舒适领域的地位。如果更看重实用性和高性价比，大众绝对是首选。它的车型空间大，操作简单，价格也亲民，而且重新用回了实体按键，特别注重日常使用的便利性，适合那些把功能放在第一位，
不追求面子的买家。至于不妥协的性能和卓越的工程技术，保时捷独一份。它能把 SUV 的操控做到跑车级别，还有专属定制服务，保值率也高。虽然价格贵，但对于追求汽车极致性能的爱好者来说，这份投入完全值得。说到底，德国 SUV 市场上的这几个品牌走的是不同的路线，与其说是直接竞争对手，不如说是各有专攻。只要摸清每个品牌的优缺点，就能找到最贴合自己需求的车。不管你想要大空间、极致豪华、可靠稳定，还是超强性能，总能找到对应的品牌。所以，最好的 SUV 品牌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最符合你具体需求、预算和用车预期的那一个。要是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个赞。如果想看更多这类内容，就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